突遇室内沙尘暴，老款 Model 3车内能呛死个人。我都想不起来是超声波捡漏到底是谁？满身爆点。老款车机的反应速度比不过新款，这进去速度好快啊！但0-100加速却能轻松拿捏。年头大的二手 Model 3到底能不能买？10万元能不能买到心仪的二手 Model 3？看完这期二手哲学的三老一新沙漠无人区对决，相信您会有自己的答案。这次我们带来了4辆特斯拉 Model 3，其中3辆二手车的购入价格均为10万元左右。第4辆25款新车作为陪衬，看看新老款的 Model 3在电池、电机、辅助驾驶硬件上的不同，给日常的用车能带来多大的影响。而3辆二手 Model 3在车龄上相差不到1年，但里程数却有着超4倍的差距。车龄和里程哪个对车况的影响更大？价格相近，哪个更值得入手？有意思的环节马上开始，接下来我们就简称它们为20白车、20蓝车、21黑车和25新车，这样以便大家理解。清晨，西北突起大风，沙尘四起，4台车能不能完成接下来的密封性考验？这关乎到我们的呼吸健康安全。4台 Model 3在接下来要迎接堪称地狱级的挑战。一辆二手车经过了长时间的使用，车身的密封性与它的橡胶件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我身后的这台20款的车辆，同时也是车龄最长且来自于北方地区。那么它们到底能不能把灰尘隔绝在车辆之外，来保护你我的呼吸健康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现在开始开风扇。我们将4辆车停在废旧厂房内，每辆车的车头都用工业风扇进行不间断的直吹，考验它们谁的防尘能力更强。这车处理状况怎么样？目前没有发现进入。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大灰尘量，像我们的第2套方案。灭火器准备，3、2、1，开。灰吹不进来，咱们就加大强度，用干粉来模拟灰尘，将它们直接喷射到比较容易进灰的 B 柱门缝。干粉颗粒与沙尘暴颗粒的大小比较相近，这可以用来模拟我们在停车的时候突遇极端沙尘暴天气的状况。在这种强度的摧残下，车内已经达到了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个环节呢，也进一步拉开了4辆车密封性的差距。干粉喷射90秒后停止喷射，风扇继续转动13分半，随后车辆原地静止15分钟。4台车的车外已经落了厚厚的干粉，车内的情况也没有好上多少。我们在车内安装了手持粉尘测试仪，记录了这30分钟内车内的 PM2.5 变化情况。这个结果呢，和我们之前所预想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本以为来自北方地区且车龄最长的20白车的密封性是最差的，因为北方地区的低温和干燥的环境对车门的橡胶密封条的寿命影响更大。但从4辆车的结果来看，车辆的公里数越大，车内 PM2.5 的颗粒数量就越多。看来密封性和车辆的公里数的关系则是更大一些的。车辆内部在整个半小时的周期内，只有25款的成绩在100万以内，而其余3台老款均超过了100万。21黑车甚至一度逼近了200万，达到了1952365。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化级的空气指数，堪称灾难。我戴着防毒面具都能闻到灭火器干粉的味道。利用灰尘胶带的检测方法，统一对4辆车的中控台显示器后部的灰尘来进行检测。整体来看，25新车的大颗粒物最少达到了2级，而20蓝车、21黑车分别达到了3级和4级，20的白车则是2级到3级的中间。为了能测出4辆车密封性上的差异，我们决定上大招——超声波捡漏仪。那既然要找漏点，我们就要用到这套超声波捡漏仪。我们现在将每台车的4个门共分为了126个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4台车谁的漏点最多且漏的最严重。每个车门检测开始前，将发射器放在对应车门内的扶手箱处，关门后分别用捡漏仪对检测点进行监测，10秒内最高的读数为最终的点位成绩，最后得出每台车126个点的监测数据。超声波捡漏仪的数值越大，代表密封性越差。21黑车的总数最高为5109分，且报表的检测点位也最多，达到了27个之多。
它的密封性也是最差的，尤其是主驾位报表的检测点位是非常的密集，达到了8个之多。这和它18万公里的行驶里程是不无关系，毕竟无框车本每次开关门，车窗和密封条都要有一次亲密的接触，而25新车的总分只有1468分，全车只有4个爆点，密封性上确实要好很多。所以说，这些大里程的二手车经过了长期的使用，这些密封胶条一定在不同程度上是会有老化。这跟我们在厂房里面去做密封性体验的那个数值几乎是一致的。所以说，在买这些大里程二手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胶条的老化。不过也有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去买一套全新的去给它换上。不过对应的就是这个成本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高。密封性体验完了，大风也停了，明天我们就开始我们的500公里大逃亡。既然是大逃亡啊，那就要开得又快又远，所以说我们选择在无人区里来进行体验，看在这种工况下4台车能不能驶出500公里的无人区。那其实车队最后的那一台25款的 Model 3有着官方634公里的续航里程，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我右侧的这3台老将，他们到底趴在哪儿。500公里无人区续航挑战正式开始。我们规划了一条超500公里的无人区路线，从宁夏的中卫出发，驶向阿拉善方向，在这片沙漠公路中编队行驶，看看这些特斯拉 Model 3的二手车和新车的差距到底能有多大。20白车车龄最大，但是里程也是最短的，4万公里的行驶里程对它的电池寿命影响应该不大。20蓝车一直在深圳，没怎么经历过低温，电池寿命可能也影响不是太大。21黑车虽然里程最多，将近18万公里，但是它的电池容量要比20款的2辆车多一些。最终谁跑得远，还真不好说。我已经行驶了50公里了，这个风还是相当之狠的。20白色剩余电量35%，剩余续航122公里。21黑31%的电量，续航118公里。25白剩余电量55%，剩余续航251公里。我这个现在是21%，还剩66公里的续航。车辆提示：车辆正在关闭，安全靠边停车。有小乌龟了，动不了了。多少里程312.9。最终3位老将的续航成绩分别为378.7公里、312.9公里和377.5公里。最没想到的是，行驶里程18万公里的21黑车和4万多公里的20白车，实际上的续航里程也是非常的接近。在这种工况下，续航达成率都超过了80%，而2辆20款且上牌日期只差3个月的白车和蓝车，实际的续航里程差了60多公里。再加上它们车况上的差异，综合因素导致20蓝车比20白车的二手车价格是低了将近1万元。当然，3辆老款的车辆在这种情况下都有超过300公里的续航能力，满足日常市区通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从白天到黑夜，共计行驶了560公里。这台新车还是有把你带出500公里无人区的这个能力的啊！这次的续航体验，4辆 Model 3依旧保持了特斯拉藏电的传统技能，表显双零之后呢，至少都能行驶10几公里。但我们强烈不建议您把电完全跑干。我们这次20款的白色跑干后呢，大问题就接踵而至。车辆报警，现在所有的灯都爆了，然后现在黑屏，已经没有转向助力了。现在它已经直接黑屏死机了，现在已经是。那现在就是低压电全部都放空了之后，我们把低压电是再次供上了，然后，但是现在车辆的车机，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转向助力也都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无论是快充桩还是慢充桩都没有办法给我们这台 Model 3来进行充电。随后我们把车拖回特斯拉门店进行维修。这台车现在特免费了。我们现在是检查是需要更换烟火保险丝，这个就大了，在那个大电梯里面。我们呢也在网上搜到了一些特斯拉车友炸过烟火保险丝，看来这并不是个例。按照 4S 店工作人员的说法，烟火保险丝并不在3电系统的质保范围内。我们这台5年车龄的车部分维修需要自费，小电瓶加烟火保险丝，再加上一些检测的费用，价格合计2203块3毛1。说实话，就这么一个保险丝，确实是有点贵了。
既然电池已经修好了，还有下一段的征程在等着我们呢，我们先去充个电吧。在600千瓦的充电桩给它们依次充电。25新车虽然电池容量最大，但充电的时间是最短且非常稳定。而老款的 Model 3不仅充电慢，而且还不稳定。我们在不同的第三方充电桩给它们充电的时候，都遇到过充电异常中断的情况。用慢充呢，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充满电后，我们开始加速对比。All green, stand by. 3, 2, 1, go. 那这个结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电机的不同，25新车就是要比这个车龄更长的其余3台老款更为慢一点。那这个数据呢，也与官方的数据是基本保持一致的。那拥有着5年车龄和超17万公里的行驶里程，对他们的0百加速成绩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好，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20款白车，3、2、1、走。20白车和20蓝车这对双胞胎车龄只差3个月，但是里程数却有着接近3倍的差距。20白车5.67秒的加速成绩可以用宝刀不老来形容，而20蓝车和21黑车拥有着更大的行驶里程，这也让他们的加速成绩变得更慢。我们再看25款新车，换了3D7的电机，让它的能耗表现非常优秀，但加速能力比不上它的前辈们，最终只取得了6.5秒的成绩。这个成绩跟同期的油车比都有点不够看了。车机呢和手机一样，使用时间长了就会卡顿。那在这几天的过程中呢，我发现了3台老款，除了这个地图会卡一点之外，其他像我们日常使用的设置啊、音乐啊都完全没有问题。直到我给它重启了一下，来，3、2、1。25款的新车和老款车型果然是存在代差，快到飞起，最好成绩45秒31。而3辆老款车的最好成绩呢，分别为1分18秒5、1分14秒78和1分19秒29，均发生在第2次重启的时候。看来重启之后再重启，对于预加载和缓存确实要压力小一点。启动内置游戏也能明显对比出4辆车的车机速度。这进去速度好快啊！25款的新车8.7秒的成绩确实是遥遥领先，而3个老车的成绩呢，则在15秒到20秒之间，最慢的慢了1倍都不止。这几个内置游戏估计车主们早玩腻了，咱们再试一个网页游戏。太卡了，根本瞄不准。哎呦我天哪，生化都不同步，尤其到像有大海或树叶这种多几何面的物体加载的时候，你就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画面会卡顿一些。哇，确实是不一样啊，明显流畅许多，瞄准就变得非常容易了。25新车的车机速度是显而易见的快，但如果不玩游戏，3辆二手 Model 3的车机应付日常用车的设置、听音乐等，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我们常说买新不买旧，尤其在这个新能源车型飞速迭代的时代，不得不承认特斯拉 Model 3新老款之间在硬件上的差距确实存在。但这3辆二手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并没有与新车拉开太大的差距。当然啊，老款车型充电不稳定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如果您有加充桩或者离特斯拉超充桩比较近的话，那这3辆10万元左右的二手特斯拉 Model 3作为市区代步车来用的话，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好了，最新一期的二手哲学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大家踊跃发言。